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经典硬派动作游戏《战斧3》。一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对我来说呢，只有一个角色，我选择了女战士萨拉伯恩。3代的女战士已经不是1代和2代的那个人物了。另外3个角色是男剑士凯恩、巨人奥虎，还有兽人莱特。其中很多小伙伴当年应该是最喜欢用兽人莱特，因为他有一个技能无法防御，只要你这个技能使用的比较熟练，通关就不成问题了。3代的必杀技是比较多的，女战士的火焰踢、回旋刀还有圆月刀都是比较好用的技能，因为这几个技能在施展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无敌时间。这里我拿到了一个骑乘兽，这个骑乘兽就是伸舌头舔啊。有2个版本，这个版本舌头是比较短，还有一个版本舌头很长，在后面的关卡咱们会捡到。3代的关卡流程是比较长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和1代和2代相比，3代加入了分支的路线，所以说玩家是不可能通关一次就把所有的关卡都体验完成的。这款游戏我录制过其他玩家的速通，另外也录制过我使用巨人通关的视频，但是使用巨人的时候，我玩游戏的版本是融合版，难度比较低，现在就是原版了。对很多的玩家来说，3代就是战斧系列的绝唱了。虽然很多小伙伴知道战斧还出过格斗版，后面还出过3D 化的试验性作品，叫做《战斧野兽骑士》，但是没有取得成功，所以说也就没有后续了。对于像我这一代玩家来说，很多经典的游戏系列已经10年甚至20年没有见到续作了，非常的可惜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都是非常好的 IP， 但是由于游戏市场的变化、玩家主要群体的变化，以及一些厂商带来的浮躁的不良游戏风气，导致这些经典的游戏系列咱们再也见不到续作了。我这里打的是第1关的 BOSS， 打完之后就涉及到第1个分支了。咱们可以选择向上方走，也可以选择向右。我使用巨人的时候好像是向右走的，这次给大家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吧。3代的女主的魔法能力看起来没有1代和2代强。3代的女主萨拉伯恩在人设上不是一个战士，她是一个旅行艺人，但是她的艺人团队被黑暗王子给团灭了，只有她自己幸存，所以说她实际上是来复仇的。这里我救到了一个人质，人质凑齐5个的话就会奖命。另外游戏当中还可以捡到红心这个道具，可以增加咱们血量最大值的上限。所以3代真的是一个比较良心的作品。如果咱们把所有的关卡线性的玩一遍，可能需要1个小时。刚才的骷髅兵好像自己跳下了悬崖呀，招式上也增加了很多，甚至有类似升级的要素，但非常可惜，这款游戏推出的年代比较晚了，已经是93年，玩家对这样的画面已经不是很买账了。而且在街机上的战斧后传，声像效果打击感要远胜于本作，但是战斧3代毕竟是正传，它的剧情和前几作都是有关联的。
剧情是发生在2代之后，由于金斧这件神器经常引起坏人的觊觎，所以矮人战士吉利斯，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用斧子的老头，他就想把金斧交给诸神来保管。但是运输的途中船只沉没，金斧最终被黑暗王子达姆德所取得。达姆德入侵了王国，抓走了国王和公主，为了永绝后患，还诅咒控制了王国最强大的4个战士，也就是咱们主人公可以选择的4个人。矮人吉利斯由于年事已高，已经没有一战之力了，所以侥幸逃脱，并且拼尽全力解除了1到2个人的诅咒。如果是玩家自己玩的话，那就是解除了1个人的；如果是和小伙伴联机，那剧情上就是解除了2个人的诅咒。解除诅咒的战士就要负责解救国王和公主，解除其他伙伴的诅咒，打倒黑暗王子达姆德，夺回金斧，还王国以和平。任务艰巨，担子很重啊。这里我再应对几个骷髅兵。骷髅兵在本作仍然是非常强力的单位，但是因为咱们有无敌的技能，所以说打起来还相对轻松。总之是比1代最终 BOSS 战的2个骷髅兵要好打得多了。大家注意观察一下，3代女主萨拉伯恩的魔法只有3段，第2段应该是流星雨，第3段是火蛇。第1段魔法比较特殊，是从空中掉下来几个跳跃的火弹。这个魔法我不知道怎么命名啊。跳跃的火弹简称的话就是火弹，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名字了，可以留言或者是发弹幕啊，我看看和我想的一不一样。这里我又捡到了一个骑乘兽，这只就是舌头比较长的版本。我估计2种骑乘兽最终能够在进化的竞争当中胜出的就是舌头长的版本，因为它天赋异禀啊。大家想一下，肯定是更受欢迎。我指的是它可以够到树上比较高的果实。大家如果想到舌头长还有什么优势的话，可以留言补充啊。反正我是想不到了，我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其他的理由了，所以思想单纯有的时候也吃亏呀。这里用骑乘兽很简单的就打倒了骑士，对面也有一个骑着长舌头骑乘兽的女战士。你说你一个女战士要这么长的舌头干嘛？哦，我灵光一闪啊，突然有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肯定是因为舌头长的攻击的距离更远啊，作战的时候更有优势，一寸长一寸强嘛。这都被我想到了呀。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呀，可以大胆的说出来。都是成年人，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转眼也打到第3关的中段了，又涉及到一个路线的选择。我选择了走上路，马上可以拿到一个增加血量最大值上限的道具。这2个魔法瓶先别着急捡，
我用这个怪兽的舌头一起对付他们2个，左右夹击。他们2个怎么这么积极呀？攻势好强，前仆后继的，太主动了。放了一个顶级的魔法，放完之后，地面2个魔法瓶捡走。游戏流程是7关，通关一次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，所以大家懂的，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这里的 BOSS 就是巨人族，主人公团队里边也有一个巨人，攻击力比较高。招式方面的旋风很好用。这里有骑乘兽，对付2个 BOSS 就简单多了。又到了经典的露营，然后被小偷偷的场景。这些小偷真的只是小偷啊！你想一下，女战士毫无防备，睡着了，他们竟然只偷走了魔法瓶。这如果是我的话，对吧？起码把他装备也偷走。大家的想法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啊？第4关来到了沙漠，这关的难度在于咱们能不能够把骑乘兽带到 BOSS， 应该是有2只，这里出现了1只。这个骑乘兽对付 BOSS 好用，但是打普通的小兵就非常的难受了。它先是吐一口火，然后火焰会沿着地面前进。因为本作的小兵在中距离的时候非常倾向于跳跃攻击，所以说吐火就不是非常好的选择了。大家记不记得1代的时候有一种火龙，它的火球可以横着飞出去，射得非常远，不像这只龙射得软趴趴的，所以我还不如使用头来顶呢。不停的反复的冲顶，感觉输出要更强一点。大家可以试一下，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有一定的年纪了吧？大叔是不骗大叔的。过来人的经验之谈。这里要面对3个敌人，有斜坡的时候感觉要好用一点。火焰移动的路线是一条斜线，我感觉 AI 不是很会躲，但如果是在平地的话，他们大概率会选择跳跃攻击。我的魔法瓶又要捡满。玩1代的时候，大概全程也就只能攒齐2到3次，但是3代的流程比较长，攒满魔法需要的魔法瓶也比较少，所以咱们的魔法能够多释放几次。既然对面是女战士，还是3个一起来，咱们就顶吧。否则不是很好对付。对付2个我都已经很吃力了，还3个，这不是要了我老命？这只骑乘兽我就给放掉，因为前面还有1只。第2只带到 BOSS 是比较容易的，毕竟距离很近了。
这个魔法瓶别浪费了呀，别拿走。就是这只就不要轻易的放掉了。把我打下来了。给了一个魔法瓶就跑了，我的血量是满的呀。算了，这个放就放了。这里 BOSS 战，先放魔法清一下小怪。BOSS 是羊头人，那还可以，不是牛头的。牛头的杀伤力更高啊。没谁顶得住的。羊头的2个一起来也没问题啊。远距离是个不停。看我的输出就知道了。我是宝刀未老啊。这么多发还可以，过关了。这次更过分，来了3个盗贼，同样的只偷魔法瓶没干别的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